喂，婷婷，严医生，有什么事吗？今晚的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有来啊？同学们都很失望。我很累，已经回家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婷婷，我是来送外卖的。你最喜欢的红烧鹌鹑。今晚所有的菜色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这道菜。但我从10年前开始就不喜欢吃了。是吗？可是我已经拿过来了，你带回去吧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知不知道我是为了你才办这个同学会的？回不去了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你到底要什么？我要补偿你。补偿我？你要怎么补偿我？是，我很喜欢吃红烧鹌鹑，但我更喜欢运动。我喜欢跑步，喜欢爬山，喜欢游泳，喜欢打武术。但我现在可以吗？我每次走在街上，都有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有些甚至还会说：“你们看那个女孩子，这么漂亮，但是是残废的，太可怜了。”我受够了大家对我的怜悯，尤其是你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婷婷，叫我严医生，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。喂，飞宝，什么事？技师，不好了，本琳达好像食物中毒，现在去了医院急救。哎，本琳的食物中毒？你快看我们群组的照片。我该怎么办？以后要怎么见人？本琳达，别难过了。你看我的脸，我从来没那么丑过。我破相了，都是因为你们。不是还在等验血报告吗？为什么还没有出来啊？本琳达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医生都说了，不一定会治好。我代言那么多，怎么办？后天要去欧洲看 fashion show 的，现在不能去了。你们怎么赔偿我的损失？
我们餐厅卫生至上，同学们也没事，可能有其他原因呢。那天在你的餐厅吃了东西，我走出来脸就开始发痒，到了 KTV 就完全发作。你们是不想负责任吗？不是的，Belinda，我之前帮你把脉的时候就发现你体质不同，容易长疹子。不如等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之后再来追究责任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我毁容损失有多大？帮我说句公道话啊！爹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还不来？我在这里给人家欺负死了，你快点来啊！要是验血报告出来真的跟我们餐厅有关，我愿意赔偿。肯定跟你们有关。好，不然这样，这件事就算我吃亏，你们只要赔偿我5万块。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要赔5万块？那他不会去抢啊？他说他会失去很多广告代言，加上欧洲的费用，这个损失那个损失，5万块算是便宜我们了。那他有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们餐厅的责任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应该赔。你还说那么多，就算有问题啊，也是你厨房的问题啊。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药膳，从来没有听过顾客。好啦，不要再吵了。检查报告还没出来，都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。少彤啊，肯定不跟餐厅的事啊。可是他一口咬定说是吃了我们药膳之后脸才肿的。姑姑，他的脸肿是怎么样的肿法？像你当初来的时候，嘴唇那样肿啊，只是他的是整张脸又红又肿的。哇，那真的是很严重哦。可是我是吃了辣椒才会肿，我们昨晚的膳食都非常清淡啊。那他肯定是在外头吃错了东西，或者是给虫子咬的。总之，他要我们在7天之内做出赔偿，要不然他就要告我们了。Belinda还说他在网上有几万个粉丝，只要他在网上说仙草堂的东西吃坏人，我们的名誉就不保，以后再也没有顾客光顾。当了这2样，还是不够的。少彤啊，你就先别烦了，来喝杯水吧。你转了5000块钱给我啊？是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就只有这么多了。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你拿回去吧，我自己能想办法的。哎呀，不用了。虽然啊，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，但是如果我有5万01块，我也会把5万块转给你的。少彤。少彤，怎么样了？潇洒斯文，谢谢你们啊！我每次只能发一点点的薪水给你们，你们还帮我苦苦经营这间店，我真的很感激你们。其实你谢谢我就好了嘛，你干嘛要谢谢他呢？喂，我的钱呢，早就转给少彤了。你借钱帮人，你需要考虑那么久吗？不管迟或早，都无所谓。我一样的感动。那还差多少啊？还差很多，我那辆车子都要卖掉。哎呀，车子就不要卖了，你卖了你怎么出门啊？是喽。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还要你们雪中送炭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你们不用为我担心。少彤，少彤，我们不一样哈，我是雪中送炭，你是将功赎罪啊！我，食材都是新鲜的，怎么会吃坏肚子呢？思文哥，敢问，那5万块钱是不是很多钱啊？我们这里的饭一盘卖6块钱，5万块就可以吃上
8333盘饭，一天吃3餐，一个人啊，就可以吃上7年半左右的饭呐。7年半的饭钱啊，那要赚到何时才能赚回来啊？就是喽，这个本林德真的是过分的，这么对你姑姑。是，谁这么变态啊？啊，婆婆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有人呐、杀鸟拔毛虐待动物啊！我要叫警察来。这是鸽子的羽毛啊！哎呀，不要靠近它！你不知道有禽流感吗？什么是禽流感？哎呦，这是一种很毒的传染病，要是被传染到啊，会发高烧，还有啊，手脚都会抽筋，全身都会肿胀，会死人的。竟如此严重？嗯。哎呦，这么多羽毛，没有20只也有10只啊，真是变态呀！哎呀。毕师兄，我这是师妹，你坐下。跟你说样东西，这里有一种人，他们叫做科学家，他们懂得穿越。你先别看了，听我说，就是这些人。看，我让你别看。你以为你拔了我就看不到？这电脑里面有一样东西，叫做电池。你拔了，我还是可以看得到的。后巷的鸽子是不是你杀的？你怎么知道？真是你啊！你杀那么多鸽子干嘛？那些鸽子呢？给李济世的同学吃啊。什么？让你去买鹌鹑，你去杀鸽子代替啊？怎么样？他们都吃不出来吧？你还笑？你蜘蛛大师的同学住院了，大夫说是什么食物中毒，肯定是因为你的鸽子。全部都中毒吗？不是，只有那个叫什么把你打的夫人。那就跟我鸽子没关系啊。肯定关你鸽子的事。现在他要先找堂赔钱呢，那你是罪魁祸首，你赔。赔什么钱？我又没有钱。再说了，那么多人都吃了，就他一个人中毒，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。毕师兄啊，你不要以为这里还是大明，你还是你的锦衣卫，可以这样不计后果、为所欲为的。那些鸽子有禽流感的，吃了会死人的呀。什么感？禽流感，一种会致命的疾病。没听说过。哎，你，跟你说，以我多年锦衣卫的经验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事有蹊跷。对呀，你有锦衣卫的腰牌。从大明到至今都已经几百年了，卖了肯定值钱，拿出来。荒谬！我没了腰牌，回去大明如何办公啊？现在是救仙草堂要紧啊，我们不赔钱，店就没了。拿来！我让你拿来，拿来呀！给我！干嘛呀？是，把你打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对不起啊。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当初就不应该捡这个宠物回来，现在害了仙草堂。你说谁是宠物？大家昨天吃的不是鹌鹑，是他在路上杀的鸽子啊！跟你说，这鸽子的味道比鹌鹑好多了，你懂不懂？再说了，他中毒是不是因为吃了我的鸽子还不知道？你还敢说给你钱？不要再吵了，等化验报告出来了再说吧。阿世，阿世啊！啊！这老板都不急，你急着什么？跟你说，这是天意，是上天让他不要把那么多心思放在婷婷姑娘身上，要静下心来，帮我们找到穿越之法。你懂不懂？这是天意。因为你仙草堂岌岌可危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，还自称是天意门的弟子。如此没有担当，我对你很失望啊！
先不跟你计较，等我找到方法，穿越回大明，你就会感激我。李继世，你真的很没用。阿诗啊，你在不在里面啊？阿诗，什么事啊？我找到办法了，可不可以借我《本草纲目》啊？自己拿吧。我记得当年呐，师兄曾遇见一个要出嫁的娘子，那娘子啊，突然间皮肤溃烂，脸肿手肿的，大家都说她中邪了，男方甚至要退婚呢。后来呢，师兄用了一种偏方，他吃了几天就好了。什么偏方？蛇粥。蛇？我在想啊，如果我们把白琳达治好，他或许就不会让我们赔钱了。我们这里不流行吃蛇肉。有了，找到了。这蛇肉主治珠峰顽痹、皮肤不仁、风燥隐疹、疥癣、皮肤生烂，为封闭经处、烂血儿疮之要药。白琳达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啊？就算蛇真的有效，我们也没有地方买啊。买不到可以用抓的呀。这里都是高楼，去哪里抓啊？只要有池塘或小溪，有青蛙出没的地方，就一定会有蛇。我不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地方。啊，是你别喝了，你想想啊，这可以救仙草堂的。从一开始，我就不应该办这个同学会。现在一切的麻烦都是我自找的，是我活该。为何鬼鬼祟祟的？我鬼鬼祟祟？我看你一个大姑娘家，大半夜的跑出来，怕你有危险，保护你而已。我是普通姑娘家吗？我需要你保护吗？你在干嘛？抓蛇，看不出来啊？有这样抓蛇的吗？若是我是蛇，我也跑啊！你这叫打草惊蛇。那要如何抓？你去那里，我在这里，你做同样的东西，蛇自然就会过来啦。哎，抓住了！啊！怎么了？被咬了？什么蛇？有没有毒啊？不知道。在哪呀？你先坐起来，运气护着心脉，快坐下来。你忍着点啊。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觉得怎么样了？没事，生死有命。我干的都是刀口舔血的活，早就不怕死了。毕师兄，你也别那么说话嘛。陆师妹，你还气我呀？
被蛇咬，这也算是将功赎罪了吧？就别气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气你了。你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其实我也有错，老是对你大呼小叫的。我以后不骂你就是了。唐真，我说话也像算话的。可敢跟我3击掌？为何不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很不舒服？你清醒一点，别睡啊！我突然觉得有点困。不能睡的啊，师兄。你能否借你的肩膀给我靠一下呀？好，你靠着。啊。我有点发冷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你能否抱我一下？这样有没有好一些？还是很冷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你做啥？我必须把蛇找出来啊！为何？万一有毒怎么办？天亮再找也可以啊。中毒不能耽搁的。哎呀，找到了！这是乌蛇啊，没毒的。你又骗我！刚才咬我的不是这条。你还狡辩？你身子有那么虚弱吗？你不刚刚才说过，不会再骂我的吗？我说过不骂你，没说过不打你。哎，有啥？你又想骗我？小强。哎。又怎么了？我冷。那不是正合你意吗？你常说新加坡那么热。哎，少彤，你要出去啊？是啊，我要去保险公司，退了保险之后，钱应该够了。太可惜了吧，都供了那么多年了。是啊。没关系的，就仙草糖比较重要。那我陪你去吧。我陪你去。你看店啊。我不可以陪他去吗？姑姑，你们先别出门，明一想到办法，或许我们不用赔钱了。真的？哎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先过来，尝尝这粥。哦。快试试看。很香哎。这是什么好药？这是乌蛇粥，很香吧？拿这个去给把你打夫人喝，加上蛇胆泡酒，什么癫痫2疮都可以治好的。明义啊，我们这里不吃蛇的。你去哪里抓来的蛇啊？树林抓的。为什么不吃蛇？蛇肉跟鸡丝肉一样，很好吃的。你别开玩笑啦，快把它给扔了吧！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会给蛇咬死的。老兄啊，蛇都煮成粥了，怎么咬死人呢？老兄啊，你没有看过外国的新闻吗？有位厨师杀了蛇之后丢进垃圾桶，他在回去垃圾桶丢垃圾的时候被那个蛇给咬死了。快点把它扔掉吧。不能扔啊，乌蛇没有毒的，不然我吃给你们看好了。哎，很好吃啊，这是我师兄的独门配方，把你打夫人吃了一定会好的。不能拿去给 Belinda 吃啊。为什么？真的可以治好她的脸。姑姑啊，你就让我试试看吧，不然你得赔7年的饭钱啊。我宁愿赔钱，用钱能解决问题就不是问题。
可是这粥……好啦，就别可是了，就听姑姑的话。总之呢，这蛇啊不能够拿去给人喝。丢掉啊！丢掉吧。现代人就是狼心狗肺，还是我们大明的人古道热肠，亏我们抓蛇抓那么辛苦，我还被蛇咬那么痛苦。师妹，我们自己吃。名医，毕大人，我听他们说了蛇州的事，你们真的去抓蛇了？我的伤口还在呢。对不起，昨晚我心情不好，没有跟你们说清楚。我们这里不流行吃蛇肉，也不能直接抓蛇来煮。还有，鸽子也不行。能把病治好就行了。你们现代人没心没肺。嘘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怪你们的。其实，我应该感激你们才是。感激什么啊？结果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。这可是三宝宫从海外带回大明的石头所雕刻成的，对你们来说应该算是古董了吧？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你拿去吧。哎，你怎可把如此宝贵的东西送给别人呢？姑姑说了，钱难解决的事情就不是问题了。阿婶，你拿去吧。你不拿，我会不心安的。拿去，啊！别理他，没事的，去吧，出去啊！哎，师妹，你为何把保你平安的玉牌送给别人呢？你怎知那是保我平安的？那若不是保你平安，为何你总是带在身上？如今阿诗有难，那难还是我们造成的呢？我不救人，难道你救啊？我们已经在救了，是他们不领情罢了。况且，你何须牺牲你自己的平安呢？毕师兄，天一门的门训是什么？天地有正气，心中存侠义，一生亲民力，除强扶弱贫。我们行侠仗义之人，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，不予计较了，何况是区区一块玉牌呢？如今我们可是救了阿氏全家啊！毕师兄，能这样如此扭扭捏捏的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有。这是个吕卦。李大夫的诊室就在这里。怎么师妹也在这里？你先退下。是。探完师兄后呢，我就要随商船出海一行。此次远行定有一番周折。我这有块玉佩，本想着答谢李兄，现转赠给罗妹子，希望她可以保你平安。一看就知道是珍贵之物，我可不能收。也不是什么珍贵之物，据说是三宝宫从海外带回来的贡品，这也不知怎么的，就流落了民间了。周大哥，你说这是三宝宫的船队带回来的，你要把这送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周兴，总旗大人，你刚才卜卦说那位姑娘出行会有风险，可真？这个实话实说。总旗明察，那个姑娘此次远行，不仅凶吉未卜，甚至会客死异乡。小人学艺未精，这江湖术士，少在那里胡言乱语。以后不许对那位姑娘说什么客死异乡的话。是。大人，其实刚才赠与姑娘玉佩，
是一对，想必大人与那位姑娘是旧人，故将此玉佩赠与大人。这哪里成？大人与那姑娘有缘，万请笑纳。人家都不珍惜的东西，你拿来当什么宝贝？不能因为把你打那个婆娘，就让玉佩离开师妹的身边。师妹，等等！你先放下。师妹，经过我细细的思量，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你是否还记得，当年你习武的时候，花了多长的时间，才练成了那一招仙鹤回爪？当然记得，那招可难了。先露出败绩，转身逃跑。等敌人在攻时，再出其不意来个回马枪，重创敌人。你当年练到脚都起泡了，都没有放弃。师兄也说我倔强。那个李时珍不懂你，我懂。你是坚持。不得批评我师兄。好。话说回正题，当年你没有放弃，你现在也不能放弃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用这蛇粥治好把你打的病，那仙草堂就不用赔钱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师兄的秘方就得以发扬光大。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稍微一阻挠，就轻言放弃呢？是啊，只要是对的事情，再难也不能放弃。 5万块就这样子飞掉了，没关系的，钱可以再赚回来。少春阿姨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那位新医院的阿姨住在哪间医院？几号房？她住在 St. Helen Hospital 508号房。哦，谢谢。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听说她的病很严重，我在想要不要叫爸爸带我去探望她。你为什么要去探望她呢？也许我可以唱歌给她听。 他开心了，就不再说我们仙草堂的戏了。是你教他的？当然不是啦，他这一番话都是发自真心的，因为他真的很关心亮亮很乖，我希望少彤阿姨也赶快开心起来。我一定会。少彤阿姨的事情呢已经解决了，你不需要去医院探望她 ，OK？ 那个 Belinda 就住在这里。 这我们哪看得懂啊？亮亮，这我们看不懂啊。我画个地图给你们。师妹，别回头。为何？没想到路上也有蓝衣人的电眼。 为何要偷人东西？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，难道你不想就把你打那个婆娘？李师兄，你说主意不是很好吧？这么多人在看我们啦。看就看，反正他们也认不出我们的脸。蓝衣人。
你不是才说他们认不出我们的脸吗？还是要谨慎行事为好。如何谨慎？倘若我们假扮当地人逛街，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当地人如何逛街啊？就像这对男女一样，来。 Belinda， 你还没出院吗？还不能出院，我很严重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就是记事餐厅的药膳有问题。哎，我们都没事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问题？我不会就这样算。不跟你们说了，我的律师来了。你要告记事？大家都是同学，有事好商量嘛。 嗨 ，John。对，我是婷婷，我已经回来半年了。我想问你还有在 St. Helen 帮人看病吗？此处应该没有电眼了吧？我们要找的是鱼钩鸡蛋葫芦。 鱼钩鸡蛋葫芦，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公的？你为什么一直帮技师说话？人家做小生意也不容易，你一下子要他赔你好几万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难道我这张脸不值钱吗？你一定是看定我了？当然不是。可是明明去仙草堂之前你就说你不舒服吗？应该不是技师的责任。我说是就是，你现在看我变丑了，你就不帮我了？老婆。 他去仙草堂之前， Hello， 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我今天叫了鸡丝粥吗？比昨天的通讯法好吃多了。师妹，你这蛇粥真的有效？当然有效，我亲眼看见师兄医好那位新娘的。那好，等那个巴尼达一康复，你马上跟李技师要回你的玉佩。真不知你为何那么紧张我的玉佩。婷婷姑娘，你可安好？ 我是明一，那天姑姑带阿旭去见你，我们也在，你是否记得？你们是技师的朋友？是啊。谈不上朋友，只是合作关系。你是不是来看那个巴尼达夫人的？看谁？巴尼达夫人，阿旭的同学。你是说 Belinda？ 是。你是否能帮忙劝劝她，不要让阿旭赔那么多钱？他要技师赔钱，赔多少？5万块。 不过无妨，我们应该不需要赔那么多钱，因为我会天天送这个来给他吃的。这是什么？是技师要你们送过来的吗？这是我回餐厅。毕师兄，我话都还没说完呢，你就拉着我走，这人真无理。你才无理！碰到个陌生人就跟他说个没完没了。 这里很多天眼。婷婷姑娘才不是陌生人，她跟雅三姐肯定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啊？
什么关系？你于他而言就是陌生人。还有，你不要到处跟人家说给把你打吃什么。这里的人不识货，你告诉他们只会吓到他们。师兄说的话，是不是很有道理？走。Thanks, John。改天请你喝咖啡。OK。拜。Bill， 听说本林德中的毒很厉害，又发作了。本林德突然腹泻得很厉害。我们大家什么时候去探病？我们应该不需要赔那么多钱，因为我会天天带这个来给他吃的。婷婷，要不要去我餐厅里面坐啊？不用了，我说完就走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知道 Belinda 要你们赔钱的事了。这是他病情详细的报告。我的医生朋友说，他有容易发炎的体质，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发作了。所以未必是你们餐馆的食物出了问题。原来你帮我调查，婷婷，谢谢你啊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是看在旧同学的份上才帮你的。不过我已经后悔了。怎么了？这10年来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？我不明白，我怎么了？你刚刚叫人拿什么东西去医院给 Belinda 吃？没有啊。你到底是不是想要报复？我没有啊。我刚刚遇到一个叫明一的，还有一个男人，是他们亲口承认你叫他们拿东西去给 Belinda 吃的。Belinda 吃了之后就有不良的反应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这回事啊。看看我们的 group chat 吧。所以这叫什么？他不仁你不义嘛？对你太失望了。婷婷，我真的没有这么做，你误会了。我真的希望我没有帮错你。我真的没有。我对你的事情没有兴趣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你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当着你的面跟他们对峙的。婷婷。距离最合适，显得很理智。可是爱如此真实，一打开无法收拾。我宁愿清醒的太迟，不敢放肆一次，等待即使太讽刺。可是解释，再难爱他也不会停止。我会让我的心坚持一次，跟随你，像一道影子。像是不说谎的镜